在第25时区的情书开机仪式现场，最令人移不开视线的人无疑是翟一莹。镜头刚刚扫过人群，她一出现，现场的气氛仿佛瞬间被点亮，那种并不张扬却足够令人心动的甜美气质，让无数网友直呼周晶妮本人真的从小说里走出来了。作为这部新剧的女主角，翟一莹饰演的是周晶妮，一个拥有细腻情感与复杂内心世界的女孩。而从这次开机现场曝光的状态来看，她似乎已经提前进入角色。当天的翟一莹穿着简约却极具氛围感的浅色系穿搭，没有过度浓艳的妆容，也没有刻意营造华丽感，但偏偏就是这种自然清新的状态，更容易让人一眼沦陷。尤其是在镜头特写下，她的眼神干净又柔软，带着一种少女独有的灵气。很多人都说，如今娱乐圈最缺少的其实不是漂亮的演员，而是真正有故事感的脸。而翟一莹恰恰拥有这种能力。她的五官并不属于攻击性极强的类型，可越看越耐看。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微微弯起，像藏着温柔的月光。这样的气质非常适合第25时区的情书这种偏情感向、氛围感极强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与他搭档的男主角柯纯同样是近期讨论度极高的新生代演员。柯纯饰演的角色陈毅，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是一个性格沉稳、情感克制却内心极其深情的人物。这样的角色设定本身就自带浓厚的宿命感，而他与翟一莹站在一起时，两人的 CP 氛围居然意外的契合。不少现场路透曝光后，网友们已经开始提前磕起了周晶妮乘陈毅这对组合。有人说，两人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有青春电影海报的感觉，也有人觉得这种安静系 CP 或许才是如今观众最容易沉浸的类型，没有刻意工业糖精，没有强行制造高甜互动，而是一种缓慢升温、细水长流的情感拉扯。事实上，第25时区的情书从官宣开始就已经自带很高的话题度。首先是剧名本身，第25时区本来就带着一种浪漫又神秘的意味。现实世界里一天只有24小时，可如果真的存在第25时区，那会不会意味着它是专门留给遗憾、思念与爱情的时间？而情书2个字又让整部作品增添了浓浓的青春文学氛围。很多观众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真正能让人心动的青春爱情剧了。过去几年，大量同类型作品不断出现，套路化剧情越来越明显，观众开始疲惫，甚至对青春爱情这几个字失去期待。可第25时区的情书目前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有些不一样。它没有刻意强调轰轰烈烈，也没有一味制造狗血冲突，反而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遗憾的长信。而翟一莹的气质恰好能撑起这种氛围，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脆弱感。这种感觉并不是柔弱，而是一种让观众忍不住想了解她故事的吸引力。她站在那里，就像青春时期某个无法忘记的人。或许正因如此，很多网友在看到她的第一眼时，会莫名联想到白月光这个词。尤其是在开机现场，她低头浅笑的瞬间，真的很像青春电影里定格的镜头。当然，除了颜值与氛围感，大家更关注的其实还是她的演技表现。毕竟现在的观众已经越来越理性，仅仅靠外形吸引力很难真正撑起一部剧。但从翟一莹此前的一些作品来看，她最大的优势其实是情绪表达。她很擅长用细微的眼神变化去传递角色内心，有时候一句台词都不需要，仅仅一个停顿，一个眼神，就能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情绪波动。而这种表演方式恰恰是情感剧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真正动人的爱情从来不是靠台词堆砌出来的，而是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再加上柯纯本身也属于偏自然派的演员，两人的合作确实让人产生了不小期待。尤其现在观众越来越注重 CP 磁场，有些演员明明单看都很好，但站在一起就是没有火花，而有些组合甚至不需要亲密互动，仅仅一个对视就已经让人开始脑补剧情。目前来看，翟依莹和柯纯似乎就属于后者，而且从开机现场透露出的细节能发现，两人之间的相处状态其实非常自然，没有刻意营业，却能感受到一种舒服的默契感。这种状态往往更容易延续到正片里。除了主演阵容之外，第25时区的情书的整体审美风格也引发了不少讨论。从官方释出的海报风格来看，整部剧似乎会走偏电影感路线，柔和色调、胶片氛围、略带忧郁的青春质感，这些元素本身就很容易吸引年轻观众。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观众对于氛围感的要求越来越高。一部剧如果无法在视觉上第一时间抓住观众，很容易被迅速划走。而第25时区的情书显然很懂这一点，它试图营造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偶像剧感，而是一种带着文学气息的青春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会觉得它像一部会让人偷偷流泪的剧。当然，现在才刚刚开机，一切都还只是开始。真正决定一部作品能否成功的，最终还是剧情质量与演员完成度。但至少从目前曝光的内容来看，第25时区的情书已经具备了成为热门话题剧的潜力。而翟依莹也正在逐渐展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她或许不是那种第一眼就极具冲击力的女演员，但却属于越了解越容易让人上头的类型。尤其是在这个快节奏时代，观众其实越来越渴望看到一些真正细腻、真诚的情感表达。也许第25时区的情书真正吸引人的，并不只是爱情本身，而是它试图唤醒每个人青春里那些曾经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翟依莹和柯纯这次的合作会不会成为今年最有氛围感的一对荧幕 CP？ 你又期待第25时区的情书讲述怎样的爱情故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如果你也喜欢翟依莹与柯纯，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一起关注第25时区的情书的最新动态。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